它是有香蕉味道吗？炒的那个锅香气蛮香的。啊，它这个是冰，恰恰恰恰恰，所以它叫做刀削冰。我来到冷气的地方，就好像瞬间好像有饿的感觉。他们这边吃的凉面，好像就是有点仪式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3岁半的频道，我是岁岁儿。Hello， 我是老爸，我叫家嘞。我们今天来到了高雄旗山。那高雄旗山这个地方啊，它是2025观光局统计的老街排行榜第2名。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旗山老街。大学的时候是在高雄读书，那时候其实也蛮常来旗山这边的。因为旗山这边虽然是好山好水，但是它其实美食还蛮多。讲到旗山呢，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说，哦，这都是香蕉啊，像我特爱吃香蕉，觉得哇，他们饮料啊、面包啊什么，反正任何东西呢都会跟香蕉有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一趟旗山老街美食之旅。那我就话不多说，准备出发去喽！我们现在要去吃什么？我们要先来去吃一家古早味米粉面，它这一家只有开到12点而已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11点了，可能压秒，不知道去的话有没有提早收，因为他们这种地方就是东西卖完其实就收了，有时候表定时间是归表定时间。它是隐藏在那个市场里面，我刚刚走进来，到底在哪里？完全找不到，因为他一直说抵达目的地，那他其实就是要走进来市场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然后他们这边的话，好像就是炒米粉，然后咸粥都蛮有名的。那我们今天点的是炒米粉。台中的话都是流行吃炒面，对他们这边其实有卖炒面，但是因为他们这家主打是那个炒米粉，它是那种大锅炒，然后上面是加了满满的韭菜。它的红烧肉看起来不错哎，因为他们小菜主要就是配红烧肉，红烧肉跟香肠很有名，对。炒的那个锅香气蛮香的，很像是以前就是那种庙会啊，他们不是常常会有那种平安餐，是不是要加点那种体味啊？可是我觉得它本身咸度蛮够的，是哦，它上面还有加那个肉燥，算是蛮咸的。像我是很少吃米粉的人啊，炒米粉啊味道还蛮重的，然后加上上面的那个什么豆芽菜，然后吃起来不会太油腻，不会因为说它上面加肉燥的话就觉得说就油啊那边。不会，然后它还有用一点那个油葱酥，一碗还蛮下饭的，一碗35块而已。那他们这间呢，已经3代了，巧克力贝佐尼啊，可能阿公阿妈那一代的话吃到现在。而且我觉得在那个什么市场里面的那个小吃都很厉害，而且特别有人情味。对，他还说你们吃一碗够吗？还怕我们太热，还怕我们打电风扇呢。因为这边太多好吃的东西了，我怕如果一下子点太多的话，我后面可能都不用吃了。叮咚叮咚，这个是由我刻完的，我好厉害哦。古早味刀串饼，它是里面摊位80号，它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哎，但是它这一间很特别，是我们一般都吃刀削面嘛，大家知道刀削面这样恰恰恰恰恰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是冰恰恰恰恰恰，所以它叫做刀削冰。我第一次看到用手串冰哎，用手这样削的，因为现在都用机器，感觉可以练肌肉。我刚刚跟那个阿嬷说，这个可以练肌肉哎，因为它那个是用这样子出力的，然后他说一连3米要弄过肌肉，所以代表这是无效的吗？重点是一碗多少钱？15块。15块。我以为我听错哎。它15块里面有3种料：小珍珠、米苔目跟绿豆。这个夏天来讲，它有点解热解渴。就是你可能买个菜有没有？进来里面喝一下，一碗15块，哇！它就是这种很古早味的那个橱窗，然后就是坐在前面这边。它其实上面加就是串冰啊，就是我们去串冰店吃的串冰，只是我们一般都是用机器嘛，它只是用那种手削的这样子而已。很酷哎，我第一次看到。超级人工，它就是淋上一点那个糖水，然后你在吃的时候，它有米苔目那个一整条 QQ 的感觉，然后还有那种绿豆那种刷刷的感觉，不错吧？很好心呀。不错哎，很好吃哎。你要用15块的那个价格下去看哦。没有，就是一碗卖30块，我会接受。对。在这个里面，你可以找到15块的东西，还有位置让你坐，可以吃一碗冰，3种配料，这些全部在一起。我觉得阿妈就是完全是做佛心价。她说她从13岁小姑娘的时候就陪父亲开始卖冰的，所以她可能对这边就是有一定的感情，不会涨价涨太多，就是让你吃到这种最传统的冰。他们从市场逛出来啊，然后看到很多水果摊，他们在卖香蕉。高雄旗山位在山区与平原的交界，旗山溪带来的沙质土壤与日月温差，孕育出最适合香蕉生长的环境。日治时期，政府推动种植，奠定香蕉产业基础，让旗山一度成为名闻全台的香蕉王国。
哎，现在还有富林早餐店呢。富林早餐店，我们讲这个会不会下面有人会不知道富林是什么？它是很传统的一种早餐店。对。我们要来吃这一间，它外面没有任何招牌哦。是卖什么的？它就卖一些卤肉饭啊、汤啊之类的。这一家它是叫草卤肉饭，然后它很不明显，就是很复古的一个小摊子，然后它里面座位多，它就这样而已，就这么大。他们就是很主打他们家的卤肉饭，哎，他们是叫这是小碗的，他们是叫肉燥饭，这是小碗的，对，这是小碗的。然后它小碗的话，它原本就有附这个豆腐，对，这是我们另外加的，因为人家说他们家的这个蛋一定要加。它的卤肉是那个肥瘦蛮均匀的，有几个是肥肥的，然后有几个是瘦的，它卤汁还蛮香的，这个你会喜欢？我会喜欢哦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咸的卤肉，所以我也是可以吃的那种。可是我想加点那个胡椒哎，为什么要加胡椒？我想加胡椒提升它的香气。酱汁我告盖这还可以啊，因为太多的话太咸。是啊，我还想说加多一点呢。所以你是重咸派的。对，肉能就卤的还蛮够味的。那好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蛋黄的人，但是它的蛋白卤的好香哦。啊，它的蛋黄你也吃吗？蛋黄可以啊。还是你连蛋黄都把它吐掉？没有啦，蛋白可以卤到就是这么的那种颜色，然后吃起来是有那种香气的。这么的颜色是什么？这么深的颜色。因为它的豆腐也是感觉卤到就是颜色很够味。然后这碗是什么？因为我刚刚看到它那个菜单上面任何的汤我都有看过嘛，但是有个汤它写高级汤，我刚刚想说这个汤是什么样子的那个高级汤？我刚刚看到有人点那个隔间肉汤，然后他说其实它里面就是那个啦，油条清汤，然后加一点那个什么这个这样子芹菜啊，对，加一点芹菜，不然忘记它是什么了。它是把油条泡在那个清汤里面，整碗看起来很像咸豆浆那种一样。我刚刚说他点高级汤的时候，他还特别问我说：“哎，我敢吃油条吗？”因为他说有人点了高级汤，然后送上来是油条，然后那个人说：“哎，我不敢吃油条，因为它这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，它就是油条撑全场。所以敢吃油条，或是敢吃油条是泡在汤里面的，就是变成软软那种话，再点。我觉得还不错哎，不一样哈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油条就是要粗粗的吃啊，它就是属于就是泡软的那种油条。你有没有看到它那个前面有一罐一罐一罐的？那个是什么？就是各式的那个配菜啊。你像我们去住那种什么饭店有没有？他们早上不是会用那种在这边给你吃烩馍耶？你讲的比较高级啊，我是讲说妈妈煮那个地瓜粥给你的时候，她都会打开那个类似像罐头的东西，有那个红红的倒鸡，然后豆腐乳、笋干，然后头刀。对，因为他们有卖地瓜粥，一碗是10块钱，然后地瓜粥就是配这些东西啊，所以他可能就点一碗地瓜粥，然后他就配他自己喜欢配料这样子，就是很像家里在煮那个地瓜粥，然后加那个罐头这样子，还蛮特别的。旗山老街这边啊，它有蛮多庙，还有什么孔子庙啊、天后宫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是各式的庙围绕在它这个老街的附近这样子。来到旗山老街，一定要顺路走进这座超有历史的旗山天后宫，它可是旗山最古老的妈祖庙，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庙里主是守护平安的海上女神妈祖。虽然旗山不靠海，但早年商业往来频繁，大家都很依赖妈祖保佑生意顺利。天后宫的建筑也很有看头哦，结合了闽南和日治时期的风格。走进这座古老的庙宇，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宗教氛围，是探索旗山文化和老街时绝对不能错过的重要景点。在旗山天后宫里，除了妈祖之外，还有一位超特别的金虎将军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虎爷。一般庙里的虎爷多半是镇守在桌子底下，但旗山天后宫的虎爷可不一样哦，因为曾经受到清嘉庆皇帝的赐封，地位特别的尊崇，是少数能坐上桌接受香火的虎爷。虎爷不仅能正邪驱鬼，还有咬钱纳财的功力，所以庙里特别摆放一碗圣水的小碗，里面放着铜钱，称作钱水，信众可以用大钱换小钱，祈求财运滚滚来。来到旗山天后宫，也别忘了向桌上的金虎将军求个平安顺利、财源广进哦。它
这一家是什么岐山红烧肉，然后他们其实还有卖什么米粉那些炒面都有。炒米粉、炒面、肉燥饭，对，蛮多东西的。但是他们这家店名是叫红烧肉，所以我看大家点的话都一定会点一份这个。它有分小份的、大份的。那我们这个是小份的，一份的话是100块钱。而且它吃起来的话，我们刚刚没有加酱啊，吃起来口感很像那个什么炸猪排。可是它的味道是甜的。其实我觉得它不加酱就蛮好吃的。然后它那个酱是什么酱？其实我不知道什么酱，但是它是有一点辣辣的酱，还蛮好吃的。算是有提味。它肉的那个厚度还蛮厚的，但是对我来讲有点蛮有咀嚼感的，超有咀嚼感。因为我以为它是可能切的薄薄的。你用几分买100块肉给你薄的话，我就不会买了。但它肉是厚的，所以以 CP 值来讲话还 OK， 单吃就很像你在吃鸡排一样。它外面其实也是炸的酥酥的啊，只是它的皮的那个感觉没有太厚。我觉得这样吃下来的话，我如果觉得再叫一碗白饭，然后淋个咖喱的话，红烧咖喱饭，哦，那也不错哎。新吃法，但是我是觉得它可以再切小块一点啊。还是我下次可能我点的话，我就说老板，你看我一下这个，可能要帮我切小块一点。我们来吃这家是益民号，我主要是要来吃他们这个手工的荞麦凉面，日式的那个荞麦凉面。荞麦面呢，就是日本人很爱的，它这个是冰的，冰镇过的，因为我们吃的凉面好像也是冰的哦。一般吃的凉面是酱的话是直接这样淋上去，他们这边吃的凉面的话是有点仪式感的。这是它的那个酱汁，然后它会附一个萝卜泥跟葱，然后就把这个葱加下去，然后还有这个萝卜泥把它加下去，然后它这个酱汁就把它这样子搅拌。这边有附这个瓦萨比，瓦萨比的话不要一坨加哦，除非你很喜欢被呛的感觉，要不然就先加一点点。所以你很喜欢坐火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是坐火车？因为这是冷笑话吗？因为太热，我也太热。这一口一加下去的话，可能真的会清呛。但是你不要全部弄下去哦，因为它荞麦的话，它本身就是有淡淡的荞麦味，所以你下面的话就是沾酱汁，沾一半就好。上面呢，一样是可以吃得到原本荞麦面的味道。这跟那个便利商店那个卖的很像哎，富华沙米给你一根酱，你可以把它淋上去。几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在减肥，我们都吃那种低卡的啊，都吃那种荞麦面，然后又没有热量。荞麦这个东西，它上面有写哦，非常的健康，是什么降压的最佳代言。它这一份的话，分量没有到很多，它就这样子。所以吃的话就是慢慢吃。它这边是吃的有点比较优雅吗？我还在里面的歌超复古的，我以为来不及了。哦，这个超有年代感的歌。然后因为它这个面它是冰过的，现煮之后可能急速的冰镇，所以它起来的话，它的面它是很 Q 的，然后带点那种冰镇过，就是凉凉的，非常适合这个高雄35度的天气，吃起来是完全没有热量负担的，是属于那种很清爽型的。那我们一进门啊，就感受到满满那种什么年代感的装饰，比如说它上面有什么黑松啊，然后又有什么日式的什么护士学生服，然后旁边这边像是以前那种黑胶唱片的封面。我想说哇，而且很多明星我都没看过哎。这里的店内摆设把日式简约感与台式复古风巧妙的做融合，每个角落都充满着细节，完全是吃面同时也能拍美照的好地方。对了，柜台前的玻璃橱窗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，从爽口小黄瓜到微辣又开胃的泡菜，通通有，点上1、2样配着荞麦面吃，整个超满足的。刚吃完的那个凉面，而且我们今天吃的蛮多家，好像都没有冷气，就是唯一一家有冷气，好像看到就这一间之前的话，好几间都是我在吃，你都只吃几口，然后说我吃不下了，因为很热啊，很热，你那个胃口就变小，然后我来到冷气的地方就好像瞬间好像有饿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进来这边呢是岐山火车站，但它这边已经没有火车在行驶了。它外面这边呢是卖那个什么纪念品的，是不用门票的。那如果说你要进去它的展区里面参观的话，它是一个人门票是30块这样子。如果时间充裕的话，就可以进去参观。它就是有关于就是岐山的一些介绍啊，然后一些火车啊，一些展览等等。它早在清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。哦。然后当时的旧街道啊是沿着天后宫广场的2边，然后一直延伸到华中路附近。所以它这一带的话，就是可能以前非常热闹的地方，有火车嘛，有庙嘛，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形成的老街。
会不会看完之后，这个小偷就说：“爸爸，我可以在家里装一个这个吗？”摩托车在天花板上面走。你不要说小朋友想装，我都想装的。它还有声音呢。嘟嘟嘟嘟嘟。这一家的名字很可爱，它叫做麋鹿糖印铺。其实是在卖那个龙须糖的哦，对对对，你看他在现做龙须糖，哎，现在好疗愈哦。对，你现在跟米粉一样那边甩。现在做龙须糖的很少，因为它算是一个非常古早味的一种技艺了。甩大概14到15次，它才会变成很细的。然后因为以前龙须糖其实都是单吃哎，那现在龙须糖呢会结合各种季节的水果。然后他们家还有卖另外一个很特别的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欧润润？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，但又好像不知道是什么？它就是我们很常就在夜市吃的那个什么花生卷冰淇淋。但是一般我们的润饼皮就是白色的啊，那他们家的特色就是，我觉得这个眼光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买了一块抹布。它这个是竹炭的润饼皮，就是有没有看起来就是很特别。然后它其实里面也是一样包冰淇淋啊、香菜那些，然后还有他们花生粉。主要呢，我们点的这个呢是里面还有加什么香蕉。岐山就是必吃的话，就是香蕉，一样是可以融入在这个什么润饼的那个花生卷冰淇淋里面。它里面是巧克力的巧克力冰淇淋，然后配上那个花生粉。当然，这个竹炭的润饼皮好像吃起来没有什么竹炭味，因为我不太知道说竹炭的味道是什么，只是因为它的颜色就蛮特别的，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创意这样子。香蕉哎，我以为它的香蕉是水果那种香蕉，不是哦，不是，它是有点像是水果干的那种。哦。水果饼干哦，水果饼干，好特别哦。主要是因为巧克力，它巧克力的味道盖过于其他的。我想说，哎，我那么爱吃冰，我就点一个冰就好了，就不用吃这个了。那不一样啊，哦，不一样啊，吃冰就很单调啊。然后这边就是岐山老街很多的那个摊贩啊，吃的这边也都很多。然后这家卤味也很有名，袁师傅卤味。只是我们现在吃不下了。对，想吃的朋友可以买。巴洛克式建筑的话，就是在比较中段那边啊，它前面这边其实都已经没有了，这边就可以看到它那个巴洛克式的建筑，保留的非常完整。只是他们现在都是用那个现在的那个招牌跟我们去湖口的不太一样。湖口的话，它基本上它没有什么招牌，所以它整个就是非常整齐。因为它这边的话算是偏比较有点观光式的，所以其实招牌都被换过了。我怎么觉得很像夜市啊？对啊，老街其实就跟夜市蛮像的。它这边的话，过年的话很热闹，会摆满的摊子。这边也有香蕉红茶冰哎。反正它这边的饮料啊、冰啊都是跟香蕉有关的，饼干也是。刚买了一杯香蕉冰红茶，然后它是帮我们用黄金比例。本身香蕉就很甜味，我觉得喝微糖化比较刚好。它的香蕉不是把水果丢进去啊，我怕有的人会以为说，它是里面可以吃得到。就是很像那种香蕉丢到那个果汁机里面嘎嘎。它的香蕉是把它用成冰沙，然后再倒红茶，红茶是来自那个鱼池的红茶，还蛮好喝的，还不错。但是我觉得它香蕉味没有到非常的冲击，但是你就是尾韵的时候会觉得，有点淡淡的香蕉味，因为可能香蕉味太多的话，好像要变成香蕉牛奶，好像又很奇怪，所以它就是茶跟那个香蕉的这个比例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现在要翻修，变成说大家可以去下面摆摊。等它好来的时候又不同。对，不一样的，你就会看到说，应该不是把果机拆掉吧？不是把果机拆掉，只是把它维护。你现在看到左边跟右边都在维护的，对，那个石拱门也在维护。因为真的说最近的那个台风太多，他说我们一定要维护，不然我们古迹也很怕它会坏掉。等的时间大概要1年至2年。哇，1年至2年。对，它维护蛮久的。你们之后来，你会看到那一个地方变得非常热闹。我们来吃这一家它其实就是一间面包店，就是一般大家看到的面包店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面包，但是我们没有要买它面包，我们是要买他们有一个它是在那个冰箱里面哦，所以你不要一直找。它这个叫什么？它其实就叫香蕉蛋糕，对，造型其实就做成香蕉。banana。它其实就是一般的那种蛋糕，然后它里面它就是有那个鲜奶油，鲜奶油，但是有香蕉味道哦，我还在感受，等一下，
还是它只是香蕉的意思是说它外形做的像香蕉？应该我觉得还是会有啦，吃不太出来。老实讲，吃不太出来。其实就一般的那个面包里面它就是有鲜奶油这样子，因为它里面有鲜奶油，所以它离开那个冷藏柜不能太久，不然你鲜奶油会割起。可以尝鲜看看啦，但是就是吃完会有点偏干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造型小朋友会喜欢啊，对啊，就是可爱爱的这样子。可爱爱，就可爱就可爱那边可爱没可爱爱，为什么要叠字？这边是那个舞的店，非常漂亮，它就是那种非常日式的感觉。然后它后面那边呢，也是那种非常日式的建筑。它走进来闻的这种香气，让人家感觉很放松。对啊，就是好像就是让你整个身心里沉淀的感觉。啊，我都想睡了，怎么办？进来以后吹的人就会很想在地上那个席地而坐，席地而睡。真的可以耶！对啊，我可以秒睡耶。它这个舞的店啊，它其实是早期啊，他们在训练那个什么武术武道，或是训练警察的地方，很像是有点像是那种剑道。在台中的话，也有一个地方，西区那边，它就是日式建筑，然后它中间有经过被那个火烧掉，然后原本它上面屋顶呢是用那种就是玻璃，对，很丑的。你在了争取经费之后，还是有把它恢复成原本的样貌，就是还是有这种日式的感觉。然后它里面现在呢，它就是有不定期会有一些展览，或是一些艺术品的一些让你参观啊，或者纪念品等等的。就是进去里面很像那种来到日式的殿堂一样，而且里面蛮凉的又很大。那我们今天旗山老街一日游成功耶！最后呢，你看到处都有香蕉，连在这个公园里面呢，这个椅子造型也是香蕉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来到旗山啊，香蕉会跟你形影不离。你今天如果是很讨厌吃香蕉，来到这边，我想说哦，那你就金蕉啊，对吧？金蕉，没办法，就是他们家的特色。旗山其实蛮大，我们今天呢只是攻占一小部分，就算是旗山老街的美食，然后它周边，那它其实外围的还有蛮多的景点，还有一些吃的。你要留点伏笔，然后之后的话还可以再二访。那今天呢，其实吃了蛮多东西，让我印象最深刻还是香蕉。那今天的旗山老街一日游加美食就推荐给大家喽。还在影片结束之前呢，小把影片记得帮忙按赞，还没关注的朋友记得帮我一下订阅哦。最后呢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才不会错过下周班每一集任何精彩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吃了好几口啊，我总算知道它的香蕉在哪里了。哪里？它的鲜奶油是在香蕉里面。鲜奶油是在香蕉里面啊，应该说鲜奶油里面有用那个香蕉用在鲜奶油里面吧？对了，刚刚漏等，刚刚讲了4、5句，然后漏等啊。难怪每次剪片的时候都会被截掉，再截掉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讲话就是这样。